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人最容易出事的时候，往往不是他最弱的时候，而是他觉得自己最强的时候。没钱的时候，人会小心；没资源的时候，人会忍耐；没把握的时候，人会问人意见。可是当你开始有一点成绩，有一点权力，有一点人脉，有一点底气，甚至开始觉得别人都不如你懂，事情就开始危险了。因为真正让人跌倒的不一定是失败，而是膨胀。易经第34卦雷天大壮讲的正是这件事。大壮不是单纯告诉你现在很强很旺很有力量，而是在提醒你，力量越大越要知道怎么用，气势越盛越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。人越有本事越不能只靠冲动行事。大壮的卦象是上面为震雷，下面为乾天。乾代表刚健、力量、主动、创造；震代表雷动、行动、爆发。天在下，雷在上，阳气强盛，动能很大。就像一个人内在有强大的企图心，外在又刚好遇到可以发挥的局面，所以他想冲、想做、想突破、想证明自己，这就是大壮。可是易经很有意思，它不是看到你强就叫你尽情发挥。卦辞只说4个字：大壮力争。大壮有大的力量，有壮盛的气势，但真正有力的不是乱冲，不是逞强，不是谁声音大谁就赢，而是立于守正。这里的真就是正道、正位、正当、正确的原则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有力量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把力量用到最大，而是把力量用得正。很多人在人生低谷时，其实不太会做太离谱的事情，因为没有本钱。真正考验人品、智慧与格局的，是你有能力反击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反击？你有权力压人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压人？你有资源可以走捷径的时候，你要不要走？你明明可以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，但你能不能选择更正当、更长远的方式？这就是大壮卦真正要问你的问题。你现在的力量是拿来成就事情，还是拿来满足自己的脾气？大象传说，雷在天上，大壮，君子以非礼弗履。雷声在天上震度，声势浩大，这就是大壮的象。可是君子看到这个象，不是学雷一样乱轰乱炸，而是提醒自己，不合理的事情不要做，不合道的路不要走。非礼弗履，意思是不合乎礼法、分寸、道理的地方不要踏进去。这句话非常关键，因为人在弱的时候，通常是外在限制你；人在强的时候，就要靠内在限制自己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没有力量，而是有力量却知道收敛，有能力却不欺人，有情绪却不乱发，有优势却不滥用。在职场上，大壮可能是你终于被重用，开始掌握权力，也可能是你的方案被看见，大家开始听你的意见。这时候你很容易觉得，既然我证明自己是对的，那我就可以用更强硬的方式推动一切。可是如果你忘记尊重制度、尊重他人、尊重流程，反而会让原本支持你的人开始退开。在感情里，大壮可能是一方气势很强，觉得自己付出多、理由足、立场正确，所以说话越来越硬，要求越来越多。可是感情不是辩论赛，赢了道理未必留得住人。当你用压迫的方式要求对方理解你，最后得到的可能不是理解，而是沉默与逃离。在人生选择上，大壮也可能代表一个人运势上来了，资源变多了，机会打开了，心里就开始想做更大的事。这不是不好，但大壮提醒你，越是要做大事，越不能失去正道。你可以勇敢，但不能莽撞；你可以扩张，但不能失控；你可以争取，但不能不择手段。接着看6个爻辞，就会发现大壮不是一口气叫你冲到底，而是在分层告诉你，力量如果用错位置，会变成灾难。初九，壮于趾，争凶有福。一开始力量撞在脚趾，脚趾是最下面最前端的地方，代表官起步就急着往前冲。这是一种还没有看清全局就想立刻行动的状态，生活中很常见。有人刚有一点想法就急着辞职创业，
刚听到一点消息就急着投资，刚和人吵架就急着断交，刚被激怒就急着回击。这种状在指，就是力量还没有进入内在的稳定，只停在行动的冲动上。爻辞说，争凶有福。你这时候如果急着出征，容易有凶险。即使你心里相信自己是对的，也不代表结果会好，因为信念如果没有智慧配合，很可能只是固执。所以初九给我们的建议是，刚开始有力量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。你可以准备，可以观察，可以累积，但不要一有冲动就行动。尤其遇到重大决定时，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掌握的资讯够不够？我是不是只是被情绪推着走？如果这件事失败，我承不承受得起后果？92贞吉。到了92，爻辞很简单，守正就吉。92虽然也是阳爻，有力量，但它在中位，比初九稳定。这表示力量已经不只是外在冲动，而开始有内在分寸。这一爻像是在说，真正的强不是你敢不敢冲，而是你能不能在有力量时保持中道。很多事情不是不能做，而是要用对方法；不是不能争，而是要争得合理；不是不能表达立场，而是不能失去尊重。在职场上，如果你正在推动一个计划，92告诉你，不要靠情绪压人，而要靠专业、流程、成果说服人。在感情里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委屈，也不要用冷战、责备、逼迫来表达，而要回到真诚沟通。在投资或事业上，如果你看到机会，也不要因为一时兴奋就重压，而要回到纪律与风险控管。92是大壮里很好的状态，因为它代表有力量，也有节制。这种人不一定声音最大，但最容易走得长久。93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网，真利。低阳触翻，雷起角。这一爻非常精彩。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网。小人有力量，就会直接拿力量去硬撞、硬压、硬拼。君子则知道，有时候不能正面硬冲，要懂得退让、隐忍、转弯，甚至表面上像是不用力，但其实是在避免灾祸。后面说，低阳触翻，雷起角。公羊用脚去撞篱笆，结果脚卡住了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这像不像很多人的人生？明明可以谈，偏偏要吵；明明可以转圜，偏偏要硬干；明明事情还有别的解法，偏偏觉得退一步就是输。结果不是把问题解决，而是把自己卡死。这一爻特别适合用在人际冲突。当你觉得自己很有理，对方很荒谬，你很想立刻把对方驳倒时，请小心，这可能就是低阳触翻。你以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，其实可能只是被自尊绑架；你以为自己是在突破困境，其实可能只是撞进更大的困境。93的建议是，当你发现局面开始僵住，不要再用同一种力气硬推。你要问的是，有没有更高明的做法？能不能先停一下？能不能换个角度？能不能不把面子放在第一位？真正的高手不是每一场都要赢，而是知道哪些战不值得打。94贞吉毁亡，翻厥不雷，壮于大鱼之福。94开始转好，守正就吉，悔恨会消失。篱笆打开了，羊角不再被卡住，力量撞在大躯的车轴与辅木上。这里的重点是，力量终于用在正确的结构上。前面93是用脚去撞篱笆，力量集中在冲撞；94则是把力量放在车辆的关键支撑处，能承载，能推动，能前进。这就像一个人终于从情绪性的用力转向结构性的用力。以前你可能遇到问题就骂人、抱怨、硬拼，后来你学会建立制度、调整方法、分配资源、找对人合作。以前你只想证明自己厉害，现在你开始思考怎么让事情真正运转。这一爻对事业特别重要。大壮不是叫你单打独斗，而是叫你把力量放在能承载大局的地方。你要做大事，就不能只靠热血，要有流程、团队、财务规划、时间安排、风险管理。
你要改善关系，也不能只靠一时道歉或一时感动，而要建立长期的互动方式。94告诉我们，当你把力量放对位置，原本卡住的局面就会打开，你不需要再硬撞，路自然会出现。65丧羊于义，无悔。65是阴爻居尊位，代表站在高位的人反而不再用刚强的方式处理事情。丧羊于义可以理解为羊在平易之地走失了，但最后无悔。这里有一种放下过度刚强的意思。羊在大壮卦中常代表那股冲撞的力量，到了65，这股羊的力量消失了，不再那么好斗，不再那么急着硬碰硬。表面上好像失去了一种强势，但其实反而没有后悔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有时候你放下某个执念，看起来像输了，其实是自由了。你不再坚持一定要别人认错，不再坚持一定要证明自己，不再坚持一定要照原本的方向走，反而让自己从卡住的局面中解脱出来。在感情里，65可能是在说，不要把爱变成控制。你以为抓得越紧越安全，其实越紧越容易失去。在职场上，65也可能提醒领导者，不要凡事都用权威处理，有时候放手，给团队空间，事情反而更顺。65的智慧是以柔化刚，不是没有力量，而是不再需要处处展现力量。真正站得高的人，反而不必一直证明自己很强。上6，低阳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忧虑，坚则吉。到了最后一爻，又回到公羊撞篱笆的画面，而且更严重。不能退，不能遂，退不了也进不了，没有什么有利之处。可是最后说坚则吉，只要知道困难，愿意面对艰难，还是可以转吉。这一爻很像人生中那些因为逞强而陷入僵局的时刻。你可能已经把话说太满，做太绝，投入太多，面子撑太久，导致现在不好回头。你明明知道方向可能错了，但因为不想承认，所以继续卡着。你明明知道关系已经伤了，但因为不想低头，所以越拖越严重。上6最可怕的不是卡住，而是不承认自己卡住。坚则吉的意思是，只要你愿意承认现在很难，愿意放下面子，愿意重新调整，就还有转圜。困难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用逞强掩盖困难。当你愿意说我需要改变，我需要停下，我需要求助，我需要重新来过，吉就开始出现。所以雷天大壮整卦真正的核心不是强者无敌，而是强者守正。一个人有力量是好事，没有力量，很多理想只能停在心里，没有行动，很多机会只能错过。可是易经提醒我们，力量本身没有善恶，关键是你怎么用。用正了，它是成就；用偏了，它是灾祸。用在建设，它能开路；用在冲撞，它会卡死自己。遇到大壮的局面，第一个建议是不要急着冲，越是气势旺，越要先稳住。尤其当你觉得自己很有道理，很有把握，很想立刻做决定时，更要停一下。第二个建议是不要用力量满足情绪。你可以表达不满，但不要用伤害人的方式表达。你可以争取权益，但不要不择手段。你可以反击，但要想清楚反击之后的代价。第三个建议是把力量放在结构上，而不是放在冲撞上。与其抱怨别人不配合，不如建立更好的流程。与其一直证明自己很强，不如做出真正能承载成果的系统。与其一直吵谁对谁错，不如找出让关系能继续走下去的方法。第四个建议是该放下时要放下。很多时候不是你没能力，而是你太想用能力解决所有事情。可是人生有些问题不是靠更用力就会变好，而是要靠转念、放手、承认、调整。雷天大壮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大不是气势大，真正的壮也不是脾气壮。真正的大壮是一个人在拥有力量的时候仍然守得住正道，在可以逞强的时候仍然懂得分寸，在可以压人的时候仍然选择尊重，
在可以冲撞的时候，仍然知道什么地方不能踏进去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气势上升的阶段，请记住，大壮是一个机会，也是一场考验。你可以向前，但要正；你可以强大，但不能失控；你可以争取，但不能忘记礼仪；你可以有所作为，但不能让力量变成傲慢。如果你现在正卡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，也请记住，上六说坚则吉。承认困难不是失败，愿意调整不是懦弱，懂得收回错误的力量，才是真正成熟的开始。人生最难的不是变强，而是变强之后还能守住自己。当你有力量时，你会怎么用它？你曾经有没有因为太急、太硬、太想证明自己，反而让事情卡住？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也许你正在经历的正是雷天大壮给你的